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床边。身为一个每天准时抢购爱真实、买豆浆都要算一克多少钱最便宜的省钱狂人，这次我要和大家分享我一个人独自在东京玩7天，机票加住宿只花不到1万元的经验啊！那我靠你是睡公园还是睡神社？而且这次我特地6晚都住不同的地方，其中1天还要睡网咖，就是要给你们看看这些只要几百块的旅店到底是不是真的能住人。这一切都要从我抢到超便宜的促销机票开始，来回加起来只要5000多块而已啊！当然这也是有代价的。去程的这一段，我是完全没有购买任何的托运行李，所以我带的衣服和日常用品必须要非常的精简。回程因为会购物的关系，就选择了托运25公斤，当然也是因为平均起来最划算。好，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带了什么行李哦，就是带来一条毛巾、太阳眼镜、电线，比较多是那种充电用品，还有一个笔电。这一袋呢，就是我全部的衣服。然后呢，这个衣服记得选这种像我身上这种比较快干的材质，这样你在洗的时候就可以很快晾干。打开折叠式的塑胶衣架哦，一定要选塑胶的才会比较轻哦，每一克都要斤斤计较。然后是替代役的公发袋，然后你有当过替代役的话，应该都有这个，我觉得超好用，旅行超好用，因为它非常的坚固，非常耐用，就是把一些乳液啊、洗澡的东西都放在里面。我都是用那种随身包或者是小小的罐子，这样也可以省一些空间。最后是一个很大的后背包，这个后背包呢还可以再把它延伸出来，在我们端回来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装超多东西。所以现在是全部空的，所以现在我们现在2格呢，大概是只有装一半的东西哦。我们回来的时候可以再带更多东西回来，刚好差不多是9公斤左右，所以是有在标准之内的哦。整理好行李，就跟着我一起出发吧！这次我坐的是飞往茨城县的虎航航空，可能是因为茨城机场知名度不大，又或是9月算是日本旅游淡季的缘故，整架飞机大概只有7成满。也许就是因为这样，机票才会这么便宜。茨城县。刚好赶上了这个8点10分发车哦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出关了，那个时间算得蛮准的哦，出来刚好7点半，然后8点10分发车，所以我现在到这个机场的2楼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。哇，已经关光光了。1楼有一个这个 Seiko Mart 便利商店，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开。太好了，有开呀！这间商店好像是那个北海道来的，所以有很多北海道的特产，大家可以来看看哦。买好东西，我们现在去赶那个巴士，要搭到东京车站哦，就在旁边而已。到东京车站哦，记得要预约才行啊，有时候有人没预约，搞不好就上不了了。床边宝宝上车啦！这一趟客运非常的舒服，车上竟然还有免费的 WiFi 可以使用，还能够在路上看到晴空塔哦。现在我们到东京车站了，刚好搭车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哦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前往住宿地方，要搭到五反田站哦。直接在东京车站搭乘3所线，约20分钟就能直达我们第1天的住宿地点 GO-C 五反田。它是属于 Nine Hour 集团旗下的旅馆。Nine Hour 的旅馆每间稍微都有不同的特色，我后面的旅程也会开箱他们其他间哦。这间旅馆距离车站超近，附近也有许多餐厅和宵夜。这是什么台日合并的料理？牛乳肉饭，也有超市营业到很晚，算是蛮热闹的地方。但是我一进旅馆就直接吓一跳，太多行李放在1楼了吧？哇，他们的行李真的好多，难怪说早上不能寄放。这个空间真的蛮小的。因为房间没有多余的空间，只能先在1楼要把换的衣服和换洗用具准备好，这点还真是有点不方便啊。地下1楼则是男性专用的淋浴间和桑拿，空间超大，但我无法拍给大家看，只好放几张官网的照片给大家看看，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。走进房间后，气味实在是有点浓郁啊。旁边的门推开是置物柜，这间旅馆的整体风格都是像这样的小木屋风，还是应该说是木板风啊。里面有个篮子，附给你毛巾和1双拖鞋，还有1件睡衣。日本很多旅馆都会提供睡衣，不用自己多带1套睡衣，真的很赞哦。在这边就要先换上拖鞋，不是，你这个托盘也太小，我的鞋子是要怎么放啊？是你的脚太大，好不好？往后面走则是厕所，一样也是走一个木板风，上面这个洞就是我今天睡的窝啦，刚好就在窗户的旁边。只是这个声音啊。好啦，躺起来其实还算舒适，侧边还安装了人工皮革，一边有让你整理仪容的镜子，另一边则是控制面板，可以调灯光和充电，还有上方有一个好像以前是电视的地方。交易厅则是在顶楼，也是同样的木板风格。这时我就忍不住拿出刚刚在超市买到的特价水蜜桃和优格嗑起来啦。
选择胶囊旅馆或青旅的重点，除了睡的床看起来要好睡之外，交谊厅是最需要特别注意的，因为在你醒着的时候，想吃东西或办个工，待最久的地方都在这啊。充饱电后直接睡觉没问题的。第一天的住宿费台币788块。你以为这间就算便宜了吗？后面还有更便宜的嘞！我刚起床哦，然后昨天睡得不是很好，因为我下面那个卧铺的那个大叔一直在打呼，然后因为我刚好床位是在那个窗户旁边，所以其实外面很多那个喝醉酒的人，他的声音也是蛮吵的。你抽位置的时候可能要看运气好不好，有没有抽到比较里面安静的位置哦。我们现在到了下北泽站哦，那我们现在要去下一个要住宿的地方，一样是背包客栈。这一间应该是我这次旅途当中最便宜的一站哦。从这个下北泽南口商店街一直走就到了，找到了这个很不起眼的这个地方的 Waldo Bay Hostel Forest， 像一个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感觉哦。可恶，竟然没有电梯耶，只能拿上去了。没错，还真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啊！我都以为会有只兔子从树后面跳出来啊！这间旅馆的装潢带有一种童话的温馨感。虽然交谊厅空间蛮小的，也没有其他的设施，不过它的厨房设备一应俱全，而且虽然也在车站附近，但这里超安静，不像昨天住的外面一堆醉汉鬼吼鬼叫。也许是下北泽晚上比较没什么人吧，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它的床板只要一翻身，就会叽叽乖乖发出噪音，别人不吵到我，我自己也不敢太常翻身吵到别人啊。但这里的住宿费实在便宜，只要355块，这价钱简直比搭帐篷还便宜了吧？睡一晚就直接回本。第3天，我们要住的是位在池袋车站北边的龙马池袋1号旅馆。要先走过一区浮夸的爱情宾馆区，哇，这边有一间糖果屋的饭店哎，然后继续往前走一小段，走到最北都快进入一个蛮安静的住宅区。哇，刚好就住在这个塔下面哎，不知道是什么塔，白色巨塔。到了。好像就是左边这一间哦，很像小木屋的感觉哦。这间很像是自己独栋的家，改装成青旅的感觉。1楼就是男性的活动区域，厕所和浴室也都打扫得蛮干净的。旁边第一间就是我睡的地方啦，总算有属于自己的桌子可以休息了啊。不过这个木板的作用是什么啊？这是丑用的吗？后方就是保险柜和挂衣服的地方，也有提供浴巾和毛巾哦。床铺内部也是很大很舒适，一样有镜子和必备的充电座，可以调整的灯光，还有一个你完全不会想用的闹钟。禁止饮食，那为什么还要有饮料架啊？你说说看啊！所以我只好坐在外面吃起我的优格大餐啦。整盒草莓直接给它加爆，真的是太爽了！吃完再去池袋烧2圈，带你们烧2圈。哇，这间晚上更豪华了，还有贝壳床哎，有点恐怖。这棵树旁边这间也是很厉害，就在这个糖果屋的旁边。这边还是有点暗哦，如果是女生的话，住这么远的地方好像还是比较可怕一点哦。直接变黑色巨塔。好，大家早安了，我们今天已经出来了，然后昨天睡得还不错，然后那个地方比较安静啊，因为楼下只有我跟另外一位访客而已。比较可惜的是，它旁边靠近那个火车铁轨，所以都会有那种咔咔咔咔的声音，但是没有那么大声，所以我觉得还是睡得蛮舒服的。而且这一次的这个空间也比较大，还有私人的桌椅啊可以使用，整体住下来会觉得比较舒服。稍微走一小段路啊，这一间我是觉得蛮推荐给大家的。第3天的住宿费826块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拉行李前往下一个住宿地点哦。那今天这个住宿地点比较特别，因为我就是没有订，好，因为我要体验看看住那个网咖是什么样子。那在池袋这边，我找到一间算是应该最便宜的网咖，带大家看一下。好了，就是那间 DVD 鉴赏池袋走本家哦总店，这个方案是可以住到明天早上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吧。这边总共4层楼啊，那我现在是住 B1， 加100块变大一点点了。好了 ，OK， 我们现在已经进来这个房间了，然后这边隔音好像蛮好的，因为旁边有住人，但是我都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了。这个房间呢，我大概花了总共是2780日币，差不多大概500多，不到600啊，其实很划算的。然后我加了100块，我想说空间大一点，这样睡觉的时候比较好睡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，下面这边就是电视啊，还有一台电脑，那这边都有附键盘啊，还有这个 DVD。
这上面可以接一些可能色影片，然后上面这边就是一个很大的架子，可以放很多东西。这边可以挂衣服，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枕头附给你，一个比较倾斜的，这个是横的，所以就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哦。其实我自己躺下来啊，也是刚好可以躺一个直线，就手脚可以伸直的这个情况，刚刚好。我这个身高是大概180哦，所以我可以放一个我的小行李箱，然后左边这边我的背包跟侧背包都放得下，所以2个人应该可以睡得绰绰有余哦。所以如果你是2个人来的话，应该也可以住这个地方哦。但是这边有个缺点，就是因为它是B1，所以空气比较不好。然后稍微可能有点闷闷的感觉，你可以先问柜台一下，看他的房型有没有在比较楼上、比较透气的地方哦。就是这个柜台跟我说，因为这边的电视比较大，但是呢，它是没办法连上那个电视台，所以如果你想要看日本的节目的话，这个加100块的这个方案是看不到电视台的影片，但是可以借 DVD。但如果你跟了没场，你只想要睡觉的话，我觉得加100块的话，这个空间是比较舒适啊，因为比较大嘛。100块才20块台币，不用这么省嘛，对不对？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那我们就看一下外面有什么东西哦。1楼的样子，如果拍出来，我这一部应该就黄标了，所以只好让我画出来给你看了。它就是有一堆陈列架，还很贴心的分类成不同的主题和类型。知名的演员们也有自己的专属的一区，让你可以很快找到你想要的影片。客人们都会很有默契的保持着一个有礼貌的距离，但心中都会偷偷在想：哎呦，这个人竟然喜欢这么重口味的片啊！挑到你想看的 DVD 就可以拿给柜台租借，柜台也很贴心的把窗口做很低，你就不会看到服务人员向你露出鄙视的眼神了。哎呀，这客人的口味真恶心呐！然后就可以拿回你的房间看喽。你也想跟我一样像这样画出你心中所想的动画吗？由我长编亲自授课的2D 动画线上课程，从绘制角色、动画观念到真枪实弹的动画表演练习，一步步带领你做出属于你自己的动画短片。完全没有任何绘画基础的人也能做出很有爱的动画出来哟！快点击资讯栏或置顶留言上的连结，跟我一起来深入学习吧！让我们回到其他地方。它这边有基本的微波炉，也可以借电风扇，还有提供拖鞋跟毯子哦。要用浴室的话，也可以和柜台拿钥匙。哇，它浴室的空间非常的大哎，其实毛巾啊、吹风机、刮胡刀都有了，这边都可以放东西哦。然后上面这些洗发精、洗发乳都有了。我刚刚回到1楼逛了一圈哦，就是这一间跟其他的连锁的网咖，像是那个快活 Club， 它这边就没有那个免费的饮料可以喝，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，它是有自动贩卖机，然后有一些泡面可以付费购买。不过它这边就可以免费的洗澡，上面就是很多 DVD， 就是除了有些色的影片之外呢，其实也有一些电影啊，日本的电影动画或者是好莱坞的电影都有。所以如果你想要看的话，也可以直接租借一个有6片的扣打，可以免费借来看。就是如果自己来旅行的话呢，你也可以来住看看这一间金太郎，它也是连锁哦，应该在池袋、涩谷还有新宿都有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拿好行李了，那我们现在要前往下一个住宿地点，在那个水道桥哦，走吧。9 Hour 水道桥地点就会在东京巨蛋的附近，非常适合要来看演唱会的人。Check in 之后，他就会给你一张床位卡。对了，旁边是我多花了100多块台币加购楼下的知名咖啡店 Rick Coffee 的早餐，结果完全忘记明天我6点半就要起来赶火车，根本吃不到啊，只好转身送给旁边的外国人。Excuse me, presento， 历史的公杀。9 Hour 水道桥，它的装潢风格是这一趟旅程当中最有设计感的，而且很贴心的把男女空间分开，女性的空间需要在6楼的交谊厅搭乘独立的电梯到达，非常有安全性。而且这个交谊厅真的是超级美啊！开放式的空间，四面都是落地窗，有种被都市丛林环绕的感觉，还能够看到列车在你面前驶过，仿佛就像是 Cyberpunk 的世界啊！它的卫浴空间也很赞，因为主打的就是一个太空站的概念，所以全部就是一个灰白和金属的配色。这里就是我的柜子啦。一样有附毛巾睡衣给你，淋浴间也是很贴心的干湿分离。接着我们就来到了太空舱房了，不觉得超有科幻感的吗？白天看起来又是另一番风味。这个太空舱其实空间还蛮大的，而且我还有另外加购睡眠分析的服务，就是你睡完一觉之后，它会寄给你一份报告，跟你说你的睡眠品质如何，翻身几次，打呼多大声，还附赠2张丑丑的睡姿。看起来我应该是睡得不错吧。舱内一样有充电座，可以调灯光，这就是整晚拍我的摄影机。另一边是收音机，我躺在底下也有感测器，感测你的翻身。枕头也是很特别的半月形。就这样，第5天的住宿费710块。好啦，我要准备进入太空啦！3、2、1，发射！
想到明天就是我最期待的行程，我要先拉行李到浅草站，搭乘豪华列车东武特急 Special X 到日光市玩一整天，所以特别把住宿就定在浅草站旁边，这样就可以先去寄放行李了。嘿嘿嘿，这就是 J 人缜密的旅游计划。哈哈哈哈！结果还是睡过头啦！好在我有顺利的赶上列车，不过只能把行李一起带上了。想看我玩什么的啊？再等我的下一集啊！我们今天住这里。最后一天住的是这间 Hotel Plus Hostel， 一样也是 Night Hour 集团的旅店。1楼是交谊厅，还有撞球可以玩哦。房间内有专属的 locker， 让你摆放贵重物品。大型行李就得自己摆在角落了。宿舍房的床有2种，一种比较大，底下还有存放空间。我住的这种就比较单纯，灯、衣架、充电座，很幸运旁边还能有自然光叫我起床。不过就是这里是男女混宿，只有卫浴有分开而已。如果介意的人可能就不太适合了。卫浴设备的话就一般般咯。但如果你是男生的话，这里也有澡堂可以泡澡，也有投币式洗衣机和基本的调理器具可以使用。最后这里也能用100多块台币加购附近的 Dennis 早餐，这也是台湾没有的家庭餐厅品牌。有兴趣的也可以来吃吃看哦。最后一天的住宿费一样也是710块。OK， 那我现在已经回到台湾了。那最后呢，我就来总结一下这个7天6夜的行程，我到底机票加住宿总共花了多少钱呢？总共是9133块，有没有？刚好是1万元以内呢？那如果因为我刚好还有订2天的那个早餐嘛，加上早餐的话是9441块哦，也是有在1万元以内哦。所以以上我拍的这些住宿呢，应该都是胶囊旅馆，不然就是青旅哦。所以就是没有那种自己独立的房间，因为只要独立的房间的话，我看这个网络上搜寻大概都是要1000元以上哦。那如果你可能你的预算呢像我一样，每天都只有几百块的话，你可能就要像我一样住这种单独只有床位的住宿哦。好，那如果这6间呢，如果要我愿意再住一次的话呢，我可能会推荐大家住这个 Night Hour 水道桥，因为它的设施啊，不管是里面的硬体，还有一些可能附赠的东西，都是非常的新，而且很干净。然后它离这个车站也是很方便哦。所以水道桥这一间呢，目前是我住起来里面最舒服的哦。那第2名我搞不好我会推荐那个龙马池袋1号旅馆，因为这一间呢也是它是有独立的自己的空间，住起来也是比较安静。虽然有一点那个火车的锵锵声，但其实还是不会影响到你的睡眠。那再来，我就会推荐那个下北泽的 World Bay Hotel 这一间，如果它的那个床位没有那么吵的话，我搞不好会把它抬到第2名。因为下北泽，如果你要去涩谷玩的话，其实搭那个地铁一下就到了，所以非常的方便，你就不一定要住在涩谷，因为涩谷的旅馆大部分都比较偏贵一点点，所以你住在下北泽的话，一样很方便。就是希望他们的床可以稍微改进一下。好，那以上看完你会想要住哪一间呢？可以留言跟我说看看哦。那我在这边也推荐几个省钱达人的小技巧哦，就是比如说像是你买机票的时候啊，我去程的时候是买虎航航空，回程是买这个 Scoot 酷鸟航空啊。为什么要分开买呢？因为我订的时候呢，虎航航空回程的机票没有特别的便宜，所以我就只买去程，然后再锁定看未来有没有航空也是在有特价出清的时候，所以就买到了酷鸟航空这一张便宜的机票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先把去回的票一起订下来，然后在买的时候你可以挑一下避开日本和台湾连假的时候，比如说9月啊，或者是寒暑假过后的时间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上班可能还有一些特休的话，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多请几天，因为大部分它那个最便宜的票可能都会开在比如说礼拜2或礼拜4，这个时候可能大部分人在上班会比较难去买啊，那它的票价可能就会比较便宜哦。那再来是挑选住宿的部分哦，身为一个 J 人呢，我就很喜欢把我的这个行程都排得非常的仔细，因为一个人独旅嘛，你只能一个人走扛所有的行李，所以就是尽量就是不要让自己移动。所以，比如说我今天要去下北泽玩的话，我就先住在下北泽。那隔天起床呢，你还可以把你的行李寄放在旅馆呢，就可以去下北泽的区域玩一玩啦。所以像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可以尽量减少你移动或搭车的次数。那最好的话呢，是同一个地点大概住了2、3天。我是因为我要拍片给大家看，所以我每天才住不同的旅馆，这样也可以不会让你拉行李拉得满头大汗。那最后呢，就是还有一点是我完全没有考虑到失误哦，那就是我机票回来的时候是买得太晚了，是超过12点，那时候已经完全没有机场捷运，叫机场接送呢，反而要花个1000多块，非常的贵。不过还好晚上是有客运可以搭到台北车站，所以我就将就搭客运到台北车站，然后再转计程车回到我家哦。所以这一点也可能大家要考虑一下，你可能买到便宜的机票，但是从机场回到你家，可能要多花一笔更多的钱哦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这次的1万元独旅挑战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请你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订阅我们小鸡子频道哦，是床边故事频道啦。